22号，在埃及参加巴勒斯坦问题峰会的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举行记者会。翟俊表示，目前巴以冲突还在持续升级，加沙的形势十分严峻，发生大规模地面冲突的风险空前上升，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外溢效应正在扩散。这种前景十分令人担忧，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立即行动起来。中方一贯认为，武力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暴易暴只会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给政治解决制造更多的障碍。只有尽快的停火止战，推动局势降温，才能给政治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巴以和谈是打破巴以冲突恶性循环的唯一现实出路。我们呼吁尽快召开更加权威、更有影响、更大范围的国际和会，凝聚国际的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我们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翟俊特使在此次中东之行当中，已经访问了卡塔尔和埃及，出席了开罗和平峰会。在峰会期间，会见了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盖特，而他下一步的行程也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3号作出介绍。今天呢，翟俊特使即将抵达阿联酋，他还将在阿联酋出席第10届中阿关系及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接下来呢，翟俊特使还计划继续在中东地区访问，同有关各方就推动停火止暴、局势降温加强协调。在21号的开罗和平峰会上，由于以色列和美国高级官员的缺席，各方未能发表联合声明。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称，在各自发表演讲后，这些与会代表发现，他们向外界展示的只有难以弥合的分歧。英国广播公司称，此次峰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说明阿拉伯和欧洲国家间的分歧非常明显。法新社引述阿拉伯外交官的报道称，开罗和平峰会未能达成一致性意见，是因为西方代表寻求明确谴责，且把导致局势升级的责任归于哈马斯。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不过，报道指出，尽管如此，埃及仍发表了一份经阿拉伯代表同意起草的声明，批评一些国家寻求管理冲突，而不是永久结束冲突。阿拉伯国家不同意的就是，第一呢，没有强调这次冲突它有很深的历史根源。那么它最重要的历史根源就是巴勒斯坦长期没有建国，以色列长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军事控制。那么第二个就是欧美没有强调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两国方案，所以这是阿拉伯国家跟欧美之间的主要的分歧。实际上，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放大了美欧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难以重启的和谈也让欧洲国家内部反对的声音越发明显。德国柏林报等多家媒体21号报道称，大约850名欧盟委员会雇员联署了一封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私人信件，抗议他近期在有关巴以冲突的一系列表态中偏袒以色列。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反驳冯德莱恩称，自卫权与任何其他权利一样都有限制。分析认为，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就冲突如何解决也存在着深刻分歧。虽然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支持以色列，但欧洲国家的利益诉求更广泛。美国如果片面偏袒以色列，导致的必然后果是加沙地带乃至于更广泛的中东和欧洲地区出现更多人道主义危机和难民危机，这显然不是欧洲国家愿意看到的。在巴以问题上，历来他们就有分歧。虽然欧洲整体上也支持以色列，但是在人道主义的问题上，欧洲的关注的力度更大。就是欧洲也支持以色列，但它跟以色列关系的紧密程度跟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
巴以军事冲突进入第3周，以防长加列特周日在以空军指挥中心宣称，对加沙地面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3个月。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以军在加沙地带周边屯兵30多万，因而不发2周之后，以军高层在继续高调擂响加沙地面战的战鼓。以色列防长加列特已经多次就此公开发声。那么此前2天，他甚至在以色列议会的专门会议上摊牌，交代以方在加沙地带的3阶段的作战计划和最终的目标。那么按照以色列防长他所宣布的作战规划，那么地面战甚至直接包括在第1阶段内，也就是先以空袭来打头阵，随后展开地面的强攻。而以方的最终目标是整体消灭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建立所谓的新安全政权。以军总参谋长也在上周6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准备攻入加沙地带，摧毁哈马斯的人员与基建。但是这位以军最高军事指挥官也并没有明确行动的时间表。那么结合冲突的最新事态发展来看，以军第1阶段的全面空袭一直在加码持续。甚至有国际人权组织在质疑以军动用了对平民杀伤极大的白磷弹，人道危机和灾难在加沙不过30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在不断的升级。虽然国际社会的紧急穿梭外交与斡旋仍然是在持续的进行。上周，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以色列的闪电访问，在以色列停留8小时。那么就在明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又将会访问以色列。上周6，以巴冲突爆发以来，一场最大规模的专题国际峰会在开罗进行，包括多个中东国家以及中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多国领导人和代表出席。但是引人瞩目的是，这场开罗峰会它有2个最关键的缺席方，美国和以色列。那么这次峰会也并没有发表声明，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斡旋调停和停战停火之困难。那么，以军何时会打响地面战？30多万以军屯兵加沙周边隐而不发，您觉得在等什么呢？令人瞩目的是，上周5的晚上，哈马斯方面首次释放了一对美国母女人质。美方在第一时间发布的声明中，感谢了卡塔尔方面给予的援助。那么，按照美国媒体昨天爆料的最新的内幕，事实上在人质事件最初爆出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已经向卡塔尔方面求援。这一段时间相关各方的幕后接触与沟通一直就没有中断过。《纽约时报》就援引谈判专家分析，这对美国母女，她们作为最先释放的人质，明显是一个精心选择的结果，因为她们的身体状况相对良好，这有利于对外释放特定信息。哈马斯甚至开出了条件，通过中间方要求以色列方面暂停军事行动，以便哈马斯方面对于人质的状况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但是实际上在这2位美国人质获释之后，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并没有在上周末这2天摁下暂停键。所以一旦地面战开打的话，200多名被绑人质的安危就将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 CNBC 的最新报道也指出，美方正在全力推延以军地面战的时间窗口，以争取更多美方的人质获释，以及在加沙滞留的人员撤离。那么其次，以军开打地面战也将会面对加沙地带空前惨烈的所谓城市巷战的考验，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隧道生死战的挑战。甚至有人认为，就军事地理而言，存在着2个加沙，一个是建筑与人口都高度密集的地上加沙，一个是各种隧道与通路盘根错节的地下加沙。以色列国防军是吃过隧道战苦头的，此前1名以军士兵被哈马斯掳走，囚禁5年，那么最终以方是以过1000名的巴方囚禁者换回。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2014年就曾专门推出一份7页长的研究报告，专门对以色列国防军应对隧道战的这个短板与挑战进行战力分析。当然了，更不要提地面战一旦开打之后，大规模人员伤亡，尤其是平民伤亡造成的战争后果，以及相应带来的舆论与情绪冲击了。所以即便地面战箭在弦上，但是以色列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军事行动，还有赖对战场态势的评估判断。当然，对于外部世界，这也意味着斡旋窗口的空间与可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防长奥斯汀周日同时向媒体喊话称，
警惕中东战事扩大升级。美防长更警告美国，在中东驻军及公民遇袭风险显著上升。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一旦加沙地面战开打，会不会进一步的引爆中东火药桶，引发前所未有的连锁反应？这无疑是以方必须要正式评估的另一个重大的战争变量，也是相关各方的一个最大关切。翟俊昨天在开罗记者会上就强调，军事冲突已经向以色列与黎巴嫩以及叙利亚的边境地区在渗透，战争溢出效应正在向地区以及国际范围内在做扩散，态势令人忧虑。布林肯与奥斯汀昨天的媒体喊话呢，就是要敲打震慑以色列的一系列周边假想敌，更是呢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伊朗，试图以嘴炮来遏制冲突的升级。布林肯在接受 CBS 电视新闻节目采访时就强调说，伊朗代理人袭击区内美国目标的风险正在上升。他强调，美军已经派出2艘航母战斗群在部署东地中海，美方正在采取所有的手段来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必要时将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而在布林肯喊话之前几个小时，奥斯汀呢也向另一家主流电视台 ABC 的新闻栏目发表措辞更加强硬的警告，指如果有任何组织、任何国家利用当前特定不利形势来升级冲突的话 ，Our advice is don't。我们的建议是甭想。美国一味强化所谓的军力威慑，真的能够实现在中东的所谓强制安全吗？我看呢，悬。美军驻伊拉克基地上周已经3次遇袭，而美国眼中的中东头号敌人伊朗这几天也在明显提高对抗的调门。这就难怪美国知名时事观察家扎卡里亚要在《华盛顿邮报》上最新刊文就警醒，美国应该担起自身的外交斡旋责任，一味军事用强根本不是出路。以方声称哈马斯武装突袭是以色列版的911事件，而扎卡里亚呢，他则在文中警醒美方的灾难性的应对。美国在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打了2场反恐战争，烧了8万亿美元的军事投入之后，美国又到底收获了什么呢？我认为扎卡里亚的这样一个扎心的追问，同样应该抛给以色列的战时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必须对此紧迫回答。